年利率竟然可以比银行多出10倍20倍的 DeFi 到底是什么来的？骗人的是吗？所以你现在来到对的 channel 了，那个币圈小姐姐的 CryptoSeeds 的频道，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敲下小铃铛。我等下讲的只是属于个人浅见，千万不要作为投资建议。如果你或者你家人朋友想要 all in DeFi， 在那之前你可以 share 这个影片给他们看，先通过这个影片了解什么是 DeFi， 再决定要不要玩。来，我们来看一下马来西亚储蓄利息还有定存到底是几 %。 我们可以看一下 ringgitplus.com 这个网站，还有所有马来西亚银行的 saving accounts 的年利率都是 0.25% 到最高 2.5% 一年，通常都不会是 2.5% 啊，除非你银行有放很多钱。在 Malaysia fixed deposit 大概是 1.3% 到 1.9% 一年，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大概都是超过 1% 啊。如果是这种定存或者是储蓄的话，虽然都没有超过 1%， 不过还好啦，至少还是好过一些负利率的国家，你放钱在银行还要倒贴他们。像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DeFi 协议里面的给的利率真的是有这样好吗？10倍20倍比传统银行来说，你可以看到 DAI 啦， DAI 也是在以太坊的稳定币来的。你看如果你每一天都一直放进去投的话，一年是可以拿到 4% 的 USDT 3%。你像 Nexo 的话，你存 USDC 也是加密货币里面的稳定币之一，这些稳定币都是一个稳定币对$1。在 Nexo 就是你放1000块的话，你可以拿到 10% 在一年里面。 10% 就是我们刚才讲传统银行是少过 1% 嘛，那 10% 就是10倍了咯。那我们再看一下 Pancake Honey， 你看它这边的稳定币 30% 一年，就是传统银行的30倍，所以其实真的是差很远啦。而我们现在只是讲稳定币而已，如果你是要讲其他币种的话，还真的是可以去到几百几千%一年，所以当然波动也是会相当大啦。不过你看这样子它的收益也是，可能对很多人不了解 DeFi 人就会觉得收益真的是高到离谱，可是其实我真是觉得银行给的才低到离谱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正常，可能其实才是不正常啊。其实在 DeFi 它的年利率是一直在波动的，可能就算你放稳定币，它可能都不是一直都是在 10% 或者是 20%， 它有时候也是会在浮动的。不过怎样都是比你放银行好了啦，放银行你就稳稳哦，一年 1%。 再跟大家更详细的讲解 DeFi 是什么。 DeFi 是 Decentralized Finance， 去中心化金融。在讲去中心化金融之前，我们先讲中心化金融。中心化金融或者传统金融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就是银行、支付、交易所还有券商，这些都是中心化金融或者是传统金融。 DeFi 是 Decentralized Finance， 去中心化金融，利用的就是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来做这些金融服务。智能合约可以用超低成本24小时都可以服务，然后超有效率的代替所有传统金融机构在做的这些事情。但是储蓄、借贷、放贷、投资、线上支付、金融衍生品、保险，那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保险也不是像我们平时买的人寿险或者是医疗险，这里的保险是拿来 cover 那些 DeFi 用户面对智能合约漏洞的风险。然后借贷放贷也不是车贷房贷，是你在 DeFi 协议你放贷给人家，然后其他 DeFi 用户借这笔加密货币放到有更大年收益的 DeFi 协议里面，赚取更多的利润。这个我们叫 Money Lego， 就像堆 Lego 这样子，你要把它组装成什么样子都可以的，随便你讲玩，每个人都是可以玩出不一样的花样出来。然后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你去银行贷款很正常嘛，可是你有看过人家放贷有没有？现实中除了阿龙应该很少人在放贷了。然后你借贷放贷都是不用实名认证 KYC 的。有没有想过银行把你存在银行里的钱拿去借给人，一年才给你少过 1%， 可是你在 DeFi 可以拿到比银行多至少5倍的年利率。想要借贷的人是不需要拿薪水单来证明你的月收入是多少，也不需要财产证明。在 DeFi 的世界里面，你只是需要做一个东西，就是超额抵押。你需要抵押比你想要借的还要更多就可以了，然后可以马上借到你要的加密货币，不用浪费你的时间还要等个几天啊。 DeFi 在2019年其实已经开始了，
从这边你可以看到，把所有现在在任何公链的 DeFi 协议加起来，从2019年1月4号的 2.73 亿到2021年10月3号，已经有超过1900亿放到各种 DeFi 协议里面了。在短短2年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真的是那个涨幅是非常夸张的。重点是其实 DeFi 还是少数人在玩，大家都还是在玩 trading 比较多。那 DeFi 协议是什么？你可以把一个 DeFi 协议想象成是一家公司，他们平台所发的代币就是他们的股票，然后你们是流动性提供者或是挖矿的矿工，所得到的代币你可以理解成 dividend， 像是 PancakeSwap 是一个 DeFi 协议，他们所发的代币是 Cake， 你在 PancakeSwap 提供稳定币的流动性或者是挖矿，你会得到 Cake。 之后我会做一些影片介绍不同的 DeFi 协议。那 DeFi 的风险呢？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哇 DeFi YYDS 绝了，很梗。其实每一样东西都是有风险的，这样高的报酬当然也是会有潜在风险在里面啊。在 DeFi 世界里面最常看到的就是项目方跑路，还有hacker入侵，所以选到好的项目方是很重要的。不然是看到一些新的项目有超高的报酬就马上去投，也要做一些 due diligence 先。然后因为 DeFi 代码都是公开透明的，当骇客在智能合约里面发现漏洞的时候，他就会去 hack。 可是通常项目方都会有他们自己的赔偿计划啦，不过那些跑路的就不用讲了啦，那个是有点衰啊。其实 DeFi 也是跟股市一样，这些风险控管都很重要。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就不要碰那些 DeFi 金融衍生品，像是杠杆，基本上你就是拿来借钱玩哦。虽然可能会有很好的这个收益啊，可是也是伴随着更大的损失风险。可能现在你听到这样，你就会问，这样有什么 DeFi 币可以来投资呢？很多人都会讲，加密货币市场其实都只是在炒币，没有什么实际应用。我只能说这些人根本没有在关心币圈的。 Meme coin 就不要讲了，其实有很多 coin 都是有实际作用，然后他们也是有自己真正的用户在里面的。你们可以去这个 DeFi Llama 网站，然后你可以看到 DeFi 目前应用发展到最好的其实是 Lending 去中心化借贷， DEX 去中心化交易所，还有 Yield Aggregator 收益聚合器。收益聚合器其实就是把很多个 DeFi 协议聚合在它的平台里面，然后看哪一个 DeFi 协议收益比较好，可能就会做移仓的动作去那里挖矿，帮用户拿到最好的收益。所以其实真的是很多人在用了，然后用户就躺着赚钱而已咯，就这样爽哦。所以如果你有哪一个看好的 DeFi 协议，其实你就可以直接去做流动性挖矿。如果你很懒惰搞这些 DeFi 挖矿，其实你也可以自己组一个自己的所谓的 DeFi ETF 这样哦，买一些你看好的 DeFi 币。如果想要买 DeFi 币的话，因为奇怪有一些 DeFi 币为什么你在中心化交易所找不到的？大多数就是因为它还没有上中心化交易所哦，你就要去 DexSwap， 有点像是 Money Changer 的概念来看呢，就是很像这个 coin。 就你想买它的话要怎样呢？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上的交易所嘞，就是不多啊。如果你没有用 Get.io 的话，你也不能买到这个币，所以你只能去 Dex 那边 swap 咯。它只有在 Trader Joe 还有 Pangolin， 所以你现在去 Trader Joe， 然后你连你的 MetaMask， 因为它是在 Avalanche 上面的，所以如果你在 Avax 链上是有币的话，可以把你里面有的币换去 Joe， 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拿到几多个 Joe 在里面，就是这样。然后 DeFi 会取代传统金融吗？其实传统金融几乎没有什么变形，比起那些科技公司的进步，在短短几十年他们就会有不一样东西出来。 DeFi 已经创造出一个更多东西玩的一个金融模式。不过如果要拿 DeFi 跟传统金融来比嘞，其实也不可以这样子比了啦，因为传统金融主要是做跟实体经济有关的，然后处理的是 Fiat Currency 政府发行的货币。可是 DeFi 跟实际的经济还有法币是没有什么关系啊，主要是处理这些加密货币的事啊。在我看来 DeFi 不太可能会取代传统金融，像是 Online Shopping 也取代不了线下购物，你还是想去逛啊。不过传统金融未来在区块链上一定会有所布局，我们就敬请期待吧。来问一下大家，多久没有去过银行了？上次去银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在下方留言，有学到东西的话就分享出去，谢谢，拜。